同学们好，新架一路单边，好，接上式六风四臂。动作一，松右胯，小肚顺缠，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左手盖掌合于右手上方，右手托掌抱球。二，小肚逆缠，同时右胯螺旋外蓬，左手顺缠，右手逆缠，抱球盖掌，右上左下，重心还在右腿。好，顺势螺旋，继续向左转身，同时把右胯打开，右手勾手上提，零左膝，松右胯，开步，当走后弧，松胯转腰，零手外蓬，当走后弧，螺旋相合，左手沿中线上穿，当走后弧，逆缠外蓬，合胯扣脚，回正定式，新架单边。好，背面看一下，六风四臂转化单边。一，小肚丹田顺缠，左手螺旋逆缠盖掌，右手顺缠螺旋相合。好，二，右胯打开，身法左转，小肚逆缠，右手盖掌，左手顺缠下落，托掌，右手变勾手，身法左螺旋，重心右腿，提左膝，松右胯，对拉，开左步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松胯转腰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沿中线上穿，逆缠外蓬，合右胯扣右脚尖，还原定式，放松下沉。好，手势。新架一路的单边可谓是单边当中最难的一个。那么咱们在这堂课当中呢，需要跟老师们去讲很多理论知识。首先第一，单边本来的动作，比如说拳经里面讲单边一式最为雄啊，单边也称单变。那个单变是哪两个字呢？一个是丹田的丹，一个是变化的变啊，是这两个意思。所以很多同学呢都以为单边是把手像一个单向的鞭子一样抽出来，实则这个理解呢比较单一化，它所指的是一种叫丹田的变化。那么我们结合到我们六风四臂逆缠和顺缠，顺缠和逆缠的这个变化当中，咱们一步一步把这个细节动作给它学会。首先第一，两手的运行方式和运行轨迹，大家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啊。两手的运行方式，光单论手，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两手抱圆盖掌。好，变化，两手呢，右手逆缠，左手顺缠，再抱圆盖掌。两手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翻过来盖上去，翻过来盖上去。但为什么在你的腰间、胯间形成了一个抱球螺旋的动作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不管是新架还是老架，它都讲究并且强调以身领手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练习新架单边的时候，要注意一个问题，你既然有了手的从左右变化，出现了前后走圆的弧线，那一定是什么开始动了？小肚丹田。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丹田的运动和变化是什么样子的。来，把手放在小肚的这个位置，它的转动呢，如果说当胯不动，它是从左往右，先走顺缠，然后放松下沉，它并没有完全走一圈，然后再从右往左，再走逆缠，再身法螺旋向外打开。这个肚子在变化的过程，你看，先顺缠，再逆缠。如果我不动当胯，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上弧往右，上弧往左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通过上半圆由左和由右，两侧出发的一个半圆弧线。那这样子足不足够让咱们的手成型这种抱球式呢？不能，它只是有了一个最基础的圆弧在做打底。
那么老师们想想，我们平常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，大家要铺垫一个概念啊。你练习的过程当中，小肚可以在你的平面画力圆，也可以呢通过你的两胯的开合，让它形成一个和地面平行的平圆。那么太极拳当中说了，无处不螺旋，无处不缠丝。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，可不可以通过平面螺旋结合我的正面的立体平面螺旋啊，正向螺旋，不是立体螺旋。如果将这两个螺旋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，大家可以去想一下。你看，我先将小肚往左下沉的过程当中，我想从左往右转，那我的手想往上走，那小肚肯定是由左向上，向右走顺缠。那么这个过程，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咱们的肚子是不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运化规律？哎，小肚由左往上，再由上往下，它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八字绕圆的弧线。它将一个平面，两个一个正向平面，一个平行于地面的平面，形成了一种结合。我让肚子先通过当胯进行平螺旋，然后再通过逆向螺旋再转化我的小肚，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绕八的过程？绕八的上半圈。哎，那我们再看看咱的左手，把右手去掉。如果我想绕八，六风四臂，如果我想绕八，是不是我的手会形成一个按掌来领腕螺旋逆缠盖掌的动作，对吧？那这半个八字弧线是不是就和咱的左手配合上了？小肚往左往上，由左往上，逆缠螺旋盖掌相合，这时候胯松在右边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从右胯由左胯再从这边往上提，再从这边往前转，把剩下的八字再画出来。咱的左手再顺缠螺旋，再去放松下合，那左手的外形是不是就出来了？看好啊，来，左螺旋，右螺旋，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既有左右翻掌的动作，又有上下平掌的动作，还有前后领掌的动作？那咱再看右手，那右手这不就更简单了？你看我的小肚由左往上往右，那带动咱的右手，带动咱的右肩，顺缠向下，然后回到这儿以后，再从右胯再顺势往上，再逆缠往左往下，右手的盖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所以两手合在一起，小肚顺缠，从上往下螺旋盖掌，从右从下再往上再往下放松相合，螺旋领腕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看大家在练习螺旋的时候，是不是小肚是我们第一个行进的目标？所以单边也就形成了最早的名字，叫做单变，丹田的螺旋变化。那么这里咱们就讲一个比较细节的东西，动作细节大家看到了小肚和手的一个螺旋关系，那非常简单。那丹田是怎么转的？只有平圆行不行？不行。只有立圆行不行？也不行。小肚丹田画了一个莫比乌斯环，画了一个立体的整体的一个螺旋八字。所以我们以前总是听到当走后弧，当走八字，但实际上我们的丹田在心架当中有立圆有平圆，同时结合小肚丹田也在走立体八字。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地方记住一下。那么把这个地方整理好之后，两手的画圆抱球其实也就合理了。小手是不是其实也是走了一个八字弧线？然后咱把这个圆放开，是不是小手其实也在画一个八？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，是不是八字也就盖出来了？我们把八字合在一起，抱球式就出来了。过程当中永远是重心右腿啊，千万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，不要把重心压在左腿上。这是单边的丹田螺旋和手的一个运化过程。那再往下思考呢，
其实这个问题不就回到老架的问题上了？哎，当我们合好右手盖完掌之后，正好是小肚向左螺旋，顺势顺左螺旋的过程当中，哎，把右手提起来，松右胯领左膝，对拉开左步，老架一路，当走后虎，左移重心，当走平八字，右移重心，当走平八字，中线上穿，哎，翻掌外蓬，还原下合，定式下沉。右手勾手和老架一路要求相同，不要身法左右来回乱摆，让自己的这个手跟着跑啊，不要让它跟着跑，还是一样，线松柔沉，勾手和右膝形成上下的一个螺旋相照。那左手在运化的时候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很多老师喜欢在新架的时候说，老师新架螺旋更盛了，那我需不需要把手领得再大一点？完全不用。新架体会的是节节贯穿身上的柔动，你可以把手做得更柔，但是不能把手领得更大，不要把柔力认为成是一种向外扩张的力。这是我们新架单边难点最多，细节最多，需要大家多练多记，丹田八字。好，辛苦。